她风华正茂、青春年华，却被迫嫁给了一个年近60、脸上有伤疤、走路一瘸一拐的老男人。大婚之夜，她按照规矩沐浴之后，立马赶走了所有女仆，紧接着快速锁紧房门，又搬来东西把房门牢牢堵住，不给新婚丈夫留下一丝能够接近自己的机会。紧接着，她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享受着难得的安宁，却不想新婚丈夫竟然突然从旁边柜子里走了出来。原来柜子后面是丈夫提前准备的一条紧急逃生通道。惊慌的丽丝立马起身远离丈夫，她警告丈夫别想从我这得到什么，即便是你强行得到了我的身体，你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丽丝本以为会是一场殊死较量，却不想丈夫不仅没有强行占有她，还安慰她说不要害怕，并且还许诺丽丝不同意之前自己绝不碰她一根手指。即便如此，丽丝依旧整夜不敢入睡，迷迷糊糊地熬到了天亮。因为得到丈夫特许，丽丝可以随便进入丈夫的书房。这天闲来无事，她本想找几本闲书打发时间，却意外看到了关于伽利略和哥白尼的相关书籍，而这些书在那个宗教掌权的时代全都被列为禁书。丽丝也是一个宗教信奉者，她质问丈夫为什么收藏这些禁书。一直不信宗教、寻求思想解放的丈夫则告诉她，这些所谓的禁书可以开拓人的思维，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丈夫还劝她有空可以读一读，一定获益匪浅。自小接受教会洗礼长大的丽丝自然不会读这些被教会定为禁书的书，但是她也没有向教会举报丈夫私藏禁书的行为。更让丽丝没想到的是，丈夫竟然把她带到了自己一直对外隐藏的金矿，这是丈夫不为人知的最大秘密。丽丝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丈夫有着永远也花不完的钱。丈夫把自己最大的秘密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丽丝面前，他的这种毫无秘密、不顾一切的信任，虽然没有得到丽丝的芳心，可是多少还是让丽丝有些感动。见到丽丝拿着一枚金币爱不释手，丈夫好奇地问 Alors vous en rêveuse Qu'est-ce que l'on peut en faire? Et vous en feriez quoi? J'affréterai une goélette et je partirai sur les mers, à la recherche d'un homme. 丽丝的话瞬间让丈夫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知道丽丝要出海寻找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丽丝一直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根本原因。当天夜里，他不动声色地派了一个贴心女仆，想尽办法试图从丽丝口中问出情敌的消息。可经过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丽丝要寻找的是离家出走了14年一直没有消息的哥哥。第二天，丈夫直接让人帮丽丝收拾了行李，还给了她很多金币，又把自己收藏多年的航海地图拿给丽丝，支持她去寻找自己的哥哥。丈夫甚至说，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如果你离开后不愿再回来，我也不会强迫你，只希望你以后能幸福快乐。丈夫多天的陪伴、和善温柔的关怀，帮助自己实现寻找哥哥的心愿，甚至主动放自己离开，还自己自由。丈夫的所作所为终于融化了丽丝那颗坚韧决绝的心。丽丝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一滴眼泪。她坐在马车里，把航海地图紧紧地抱在怀里，幻想着和哥哥重逢的画面，却不想丈夫的房间却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心慌的她赶紧跳下马车，向爆炸地点冲去，只看到丈夫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虽然自己是被父亲为了还债抵给了丈夫，成了他的妻子，可是多天来丈夫却对她百依百顺，照顾有加。看着受伤的丈夫，这一刻丽丝才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近60的老男人已经慢慢走进了自己的心。她第一次主动亲吻了丈夫的额头，而她的这一做法让本来快要放弃的丈夫再次看到了爱的希望。就在丈夫以为自己多天的努力终于要守得云开的时候，意外却再次发生。为了庆祝丈夫大难不死，众多亲朋好友都赶来庆贺，丈夫也举办了隆重的酒会招待前来看望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他也在宴会上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里告诉他自己的妻子丽丝正在后院的喷泉旁和情人私会。气愤的他立马赶到喷泉，果然看到妻子丽丝正和一个男人秘密见面。可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妻子丽丝也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告诉丽丝，你的丈夫有危险，如果想知道凶手是谁，就来喷泉旁边见面。丽丝担心丈夫安危，才跑来喷泉和男人见面，而丽丝才刚刚抵达，丈夫便紧跟而来。男人见到丽丝丈夫的出现，则立马试图亲吻丽丝。气愤的丈夫立马走出来要和男人决斗，丽丝上前解释，可正在气头上的丈夫哪里听得进去。两个男人之间的公平决斗就此展开，而对方精心设计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丽丝的丈夫决斗，然后试图在决斗中光明正大的除掉他。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丽丝的丈夫虽然已经年近60，而且右腿还有残疾，可是他的剑术却不落下风，很快男人便被他当场击杀身亡。当天晚上，丽丝坐在镜子前沉默无言，她怎么都没想到丈夫竟然会为了自己和别人展开生死决斗。这场决斗彻底击中了丽丝的心，这一刻她无法否认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愿意为了自己与别人拼命的老男人。她再次来到丈夫面前想要解释，却不想冷静下来的丈夫已经明白了这是对手设计的阴谋，而丽丝也终于下定决心和丈夫厮守终生。成婚3个多月，他们终于有了第一次的夫妻之实。一夜温存之后，丽丝终于从这桩以身抵债的被迫婚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时间一晃，多年过去，已经儿女双全的夫妻2人就这样享受着平静安详的幸福生活，却不想对手的阴谋却再次浮现。这天外出的国王途径路过准备来丽丝丈夫的城堡，临时歇歇脚。突然抵达的国王让丽丝夫妻2人又惊又喜，他们慌忙盛装列队迎接国王的到来。而国王来到这里的第一句话便是
敏锐的丈夫立马意识到，国王此行绝不是简单的外出经过停顿歇歇脚，而是惦记上了他的巨大财富。因为国王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晚宴上，国王更是提到多年的战争导致国家劳民伤财。敏锐的男人为了不给自己带来灾祸，也为了向国王表明忠心，他只好把自己最大的秘密，隐藏了多年不为人知的金矿，一览无遗地展现在国王面前。很快，众人坐着升降椅进入了金矿底部。男人用心地讲述着金矿日常运作的各个环节。他还表示自己的金矿就是国王的金矿，国王可以随时随意支取金矿产出的黄金。听到他的话，国王脸上瞬间挤满了笑容。就在众人全都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着金块被铸造出来时，一名被买通的侍者却偷偷来到了升降椅旁边搞破坏。很快得到金矿支配权的国王心满意足地乘坐升降椅准备离开。就在他即将抵达站台的时候，被破坏的升降椅突然毁坏，国王瞬间开始了验证万有引力的高空坠落。好在危急十分机警的男人赶紧找来木棍卡住了转盘，才侥幸让国王平安落地。差点送命的国王气愤难耐，头也不回地起身离开金矿。看着国王愤然离开的身影，男人知道自己可能大祸临头，而那名被重金买通破坏升降椅的侍者也被杀人灭口。当天晚上，一直想要谋害男人的大主教更是在国王面前添油加醋地陷害男人。最终多疑的国王相信了大主教的话，连夜紧急离开了男人的城堡。紧接着，男人便被国王的卫兵以意图谋杀国王、企图叛乱的罪名逮捕。无辜的男人并没有选择反抗，而是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因为他相信自己一心效忠的国王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卫兵给了他和妻子短暂的告别时间。丈夫被捕后，妻子丽丝成了城堡的主人，担起了主持所有事务的重担，而她也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营救自己的丈夫。可求遍了丈夫之前的所有达官显贵的朋友，最终却一无所获。他们都表示这是国王亲自下的逮捕令，除非国王下令，不然没人能够拯救她的丈夫。为了救出丈夫，丽丝决心奔赴巴黎，亲自寻找国王。而她刚刚抵达巴黎，便已经被人盯上。来到巴黎的丽丝想要暂居朋友家，可因为丈夫被定的是谋杀国王的罪名，所以没有人愿意再跟他们扯上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了暂时的安身之处，可是想要进入皇宫见到国王，对于丽丝来说却是难上加难。被捕入狱的丈夫为了表明忠心，证明自己的清白，也签署了愿意把1/3的财产献给国王的文件。而试图营救丈夫的丽丝意识到自己一时无法见到国王，于是她想要高价雇请律师为丈夫辩解。可是因为丈夫是国王亲自下令逮捕入狱的，根本没人愿意接受她的雇请。直到最后，丽丝终于找到了一个内心公正不屈、权贵一直遭受排挤的良心律师。可当她见到这名传说中的良心律师时，才发现律师已经被现实打击成了一名整日泡在酒馆烂醉如泥的酒鬼。看着一心寻找的律师已经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失望的丽丝只好转身离开。可律师却突然对丽丝说：“你的丈夫是被国王下令逮捕的，整个国家敢和国王作对，敢接这场官司的律师估计除了我再没别人了。”律师也认为自己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与其就此沉沦，不如趁这个机会不顾一切大胆拼一次，说不定还能一鸣惊人。律师就这样接下了为丽丝丈夫洗脱冤屈的案子。了解案情之后，他第一时间来到了监狱探视丽丝的丈夫，彻底弄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律师果然有能力第一次开庭，他虽然没能救出丽丝的丈夫，可是却成功拖延了结案的时间。庭审刚刚结束，便有人跑来威胁律师退出。见律师不为所动，又开出高价试图拉拢律师加入自己的律师团。可倔强正直的律师却说：“见律师软硬不吃，对方也只好愤然离去。这一切全都被躲在拐角的丽丝看得清清楚楚，而丽丝也经过多天的上下打点，终于获得了一次觐见王子的机会。丽丝悲苦地向王子诉说着丈夫的冤屈，她把王子当成了能够拯救丈夫的救命稻草。听到丽丝的诉求，王子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帮忙。可丽丝不知道的是，收买侍者破坏升降椅，试图谋杀国王的幕后真凶其实就是王子，而自己的丈夫只是成了王子夺权行动中的一个顶罪的无辜羔羊。不知王子真面目的丽丝还以为自己的丈夫又多了一丝洗清冤屈的机会，却不想她和侍女刚刚离开王子的宫殿，走在前面的侍女便被人一剑刺死。惊慌的丽丝慌忙转身逃离，一番拼死奔逃，侥幸活了下来。紧接着，丽丝慌忙找到了做侍卫的表哥，可当她带着表哥来到侍女遇害地点时，却发现侍女的尸体已经不知所踪。意识到危机的丽丝知道自己继续留在这里可能性命不保，她祈求表哥送自己离开。二人乘坐着马车准备连夜出城，却不想中途一个蒙面人突然从高处跳上车顶，紧接着快速击杀了驾马的车夫。而此刻马车周围早已被10几个刺客团团包围。明知自己寡不敌众，可表哥还是毅然决然地拔出剑走下了马车。丽丝也紧跟着跳下马车，躲在表哥身后。眼看着丽丝二人生死一瞬，幸好一个游侠客突然出手仗义施救，紧接着便是一场混乱的拼杀。丽丝也趁着众人打斗时抓住机会赶紧快速逃离，可是却有2名刺客却紧跟其后拼命追击。慌不择路的丽丝最终跑进了绝路。紧追而来的2名刺客见到风华美貌的丽丝，瞬间感觉直接杀了太过可惜，于是直接把丽丝按倒在地，打算先让自己享受一番。丽丝拼命挣扎
莎无助哀嚎奈何，四下无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就在丽丝绝望之际，表哥和刚刚那名游侠顺利赶到，丽丝这才侥幸逃过一劫。表哥掏出一袋银币送给游侠客作为答谢，可对方却说，说着便又把钱丢给了表哥。而游侠客的声音却在丽丝脑海中久久回荡，她总感觉这个声音似曾相识。回到家的丽丝气愤地剪掉了自己最心爱的长发，还把头发染成了黑色，把自己打扮成了另一副模样。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追杀自己的刺客认出自己。内心公正的律师帮她寻找了一个暂时的藏身之地，律师还花钱买通监狱看守的士兵，把丽丝带进了监狱。时隔多天，丽丝终于再次看到了蒙受冤屈被捕入狱的丈夫。看着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丈夫，丽丝内心悲愤沉默不语，她快速起身，一头冲进了丈夫的怀抱。丈夫希望丽丝可以尽快离开巴黎，他不想妻子丽丝为了营救自己以身犯险，可丽丝却坚持留下来和丈夫同生共死。而丈夫经过多天的反复思虑，终于理清了一些思绪。他认为陷害自己蒙冤入狱的背后主谋便是王子和大主教。为了验证丈夫的猜想，为了拯救丈夫，丽丝和表哥一起趁着夜色冒险潜入大主教的家寻找证据。虽然被人发现了踪迹，险些送命，可是他们最终还是成功在大主教的书房找到了一封王子和大主教合谋谋杀国王，并且把罪名栽赃给丈夫的信。律师把信里的内容告诉了之前试图拉拢自己听从国王命令的使者。使者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最终在使者的帮助下，丽丝带着信化妆成侍女，成功进入了皇宫。她终于可以当面向国王诉说丈夫的冤屈。她告诉国王自己已经明白了一切，说着便把好不容易找到的信交到了国王手上。国王看完了信里的内容，气愤地转头看了看身边的王子弟弟。王子弟弟立马心虚的不敢正视国王，可丽丝怎么都没想到，此时的国王刚刚登基，根基不稳，不希望朝政因为一封信动荡，而且念在和王子弟弟手足之情，不忍定罪，于是便说这封信是伪造的，说着便把信化为了灰烬。王子弟弟看到国王的举动，也感激地向国王弯腰臣服，而国王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丽丝彻底陷入绝望。Tandis que votre mari, je n'ai aucune prise sur lui. Il est trop riche, trop indépendant, trop puissant. Et pour cela, il doit mourir. 丽丝怎么都没想到，新登基的国王竟然要用自己的丈夫杀鸡儆猴，巩固自己的王权。她愤怒地嘶吼，她无助地哀求，可这一切终究只是徒劳。最终，丽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法庭宣判谋害国王、意图叛乱的罪名成立，即将执行火刑。2天后，丈夫会被送到中心广场上活活烧死，直到肉身化为灰烬，魂飞魄散。法庭上，法官宣读的每一个字都犹如一把钢刀，一次又一次地刺穿丽丝的心。而一直为丈夫辩护的律师不满法庭的判决，愤然不已。最终，律师被以扰乱法庭的罪名逮捕拘留。而彻底陷入绝望的丽丝也决心孤注一掷，她再次找到了上次仗义出手营救自己的游侠客。她想让游侠客去劫狱拯救丈夫。当游侠客取下面罩的那一刻，丽丝才发现游侠客竟然是当年那个一直爱慕自己的马夫。马夫也果断加入帮助丽丝营救丈夫，但是他不是为了黄金，而是为了丽丝。时至今日，哪怕丽丝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妻子，已经成了2个孩子的母亲，可是他对丽丝的爱依旧没有改变。为了丽丝，他可以付出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命。第2天早上，中心广场上已经搭建好的火刑台异常刺眼，喜欢看热闹吃瓜的人们纷纷涌上广场，而众多亡命之徒在丽丝和马夫的带领下，通过下水道慢慢靠近监狱，然后一鼓作气直接冲进监狱救人。当丽丝趁着混乱冲进关押丈夫的监房时，才发现丈夫已经被提前押往广场了。她立马带着众人快速向中心广场奔去，可当她抵达广场的时候，才看到丈夫已经被大火吞没，她终究还是晚了一步。看到丈夫被烧为灰烬，人们纷纷举手称赞，连连叫好。因为在人们眼里，丽丝的丈夫是意图谋杀国王的叛徒，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火刑背后的阴谋和陷害。而王子也下达了对丽丝斩草除根的绝杀令。为了逃脱王子的追捕，丽丝拼命奔逃，可是一条大河却横在眼前，拦住了她的去路。前面是深不可测的大河，后面是想要自己性命的追兵。丽丝犹豫再三，最终不会游泳的她毅然决然地向河水深处走去。她宁愿被河水淹死，也不想死在王子追兵的剑下。她一步一步地向大河深处走去，河水也随着她的移动慢慢淹没了她的身体。濒临死亡的那一刻，她和丈夫的所有经历全都快速闪现在她的眼前。一场不情愿的相遇和丽丝满心愤然的婚礼，丈夫的温柔以待，还有自己的逃避退却。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对立，和丽丝眼角流下的那滴眼泪，丈夫为了丽丝的那场生死决斗，还有丽丝对着镜子的犹豫坚定，以及他们第一次的夫妻之时，从怨恨到相爱，从相爱到相守，直到最后丈夫的离开。她和丈夫的感情一路走来历经艰辛，没想到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这一刻，她终于可以和自己的丈夫在天堂相聚，那里没有政治，没有阴谋，没有陷害，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爱。当丽丝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天堂，而她看到的也并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那个一直爱慕自己的马夫。原来坠入河底的丽丝在最后关头被马夫救上了岸，马夫不仅救了她，还联合丽丝的表哥以及那个内心公正的律师一起，
找了一具已经被淹死多天泡得不成样子的女尸，顶替了丽丝的身份。一直追杀丽丝的王子最终相信了丽丝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而丽丝丈夫生前留下的城堡和所有家产也全都被国王没收充公。换名改姓的丽丝带着2个孩子在巴黎街头过上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这天，她看到了国王出行的车队，她愤怒地告诉自己的孩子，马车里坐着的便是你们的杀父仇人，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深仇大恨，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洗刷冤屈，拿回我们本拥有的一切。